凌晨1点，你蜷在被窝里刷手机，手指划过99家的未读消息，朋友圈里别人的旅行美照、职场成就、精致晚餐轮番轰炸，短视频算法精准投喂着你感兴趣的内容，明明眼睛干涩到发红，却舍不得按下关机键。放下手机的瞬间，巨大的空虚感扑面而来。你刷了3小时，记住了什么？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只留下满脑子的碎片信息和我好像过得很差的焦虑。这就是我们的日常，被社交表演绑架，被信息洪流裹挟，被他人的生活定义自我价值。而2000多年前的庄子早就预判了我们的困境。如果他穿越到现在，下载了微信、抖音、小红书，大概率会在24小时内果断退网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他早就掌握了对抗当代精神内耗的终极心法。今天我们不聊玄学，只拆解庄子留给现代人的3步心灵断舍离，帮你夺回注意力主权，做真正的人间清醒。中段3步心灵断舍离心法，镜头建议，动画演示加场景化讲解。第1步，识别诚心，停止社交表演的内耗。庄子说：“夫随其诚心而失之，谁独且无失乎？”这里的诚心，就是我们为了迎合他人，获得认可，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打造的人设。加班到深夜要发朋友圈配文努力的人，不会被辜负旅行打卡，要精准定位网红景点，甚至吃一顿饭都要先拍10分钟修图半小时。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诚心的陷阱？因为社交媒体放大了他人的凝视，我们总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。你发一条动态，会反复刷新看有没有人点赞评论，有人反驳你，你会纠结一整天。看到别人的完美生活，你会陷入自我否定。这种表演式社交，让我们的心灵时刻处于紧绷状态，消耗着大量的精力。庄子的解法很简单，承认诚信的存在，然后放下它。就像他在《齐物论》里说的，无丧我不是失去自我，而是摆脱被他人定义的假我。你可以试着做一个社交减法实验，连续3天发动态，不纠结点赞数，不刻意迎合他人喜好，只分享真实的感受。遇到想反驳的评论，先停顿10分钟，再决定是否回复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停止表演，心灵会瞬间轻松很多。原来我们不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第2步，创造虚实生白，对抗信息过载的侵袭，虚实生白，即相制止。庄子认为，心灵就像一间屋子，只有清空多余的杂物，才能照进光明。而现在的我们，心灵早已被信息垃圾堆满，朋友圈的无效八卦，短视频的无脑段子，营销号的焦虑软文，这些信息就像灰尘一样，蒙蔽了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信息过载带来的最大危害，是让我们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。我们习惯了碎片化阅读，刷视频只看前3秒，看文章只看标题，大脑变成了信息接收器，而不是思想加工厂。就像庄子说的，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，孑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。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刷手机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，最终只会陷入无尽的疲惫。如何创造虚实生白的心理空间？庄子的心斋坐忘给了我们答案。心斋就是让心灵保持虚静，坐忘就是忘记外界的干扰。你可以尝试每天留出15分钟的无屏幕时间，关掉手机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感受自己的呼吸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无聊，大脑里会不断冒出各种杂念，但没关系，不用刻意压制，只需要看着这些念头像云一样飘来飘去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专注力明显提升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平静。当心灵有了空间，智慧自然会涌现。第3步，践行物而不物于物，掌握注意力的主动权。物而不物于物，可乎？
庄子的这句话堪称对抗人格焦虑的终极秘诀。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利用事物，但不能被事物所控制。而现在的我们，恰恰是物与物，被手机控制，被社交媒体控制，被信息控制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本来想查一个资料，结果打开手机刷了半小时短视频；本来想工作，却忍不住每隔5分钟就看一次微信；本来想陪伴家人，却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。我们的注意力被无数个信息钩子勾走，变得越来越分散，人格也在这种分散中变得模糊。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只能跟着别人的脚步走，陷入别人有我也要有的焦虑。庄子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。我们可以用社交媒体，但不能被它绑架；我们可以看信息，但不能被它左右。你可以试着建立自己的注意力边界，设置手机使用时长限制，工作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，睡前1小时不碰电子设备。同时，多花时间做一些能让自己沉浸的事情，读一本纸质书，学一项新技能，和家人深入交流。当你把注意力从外界的喧嚣拉回到自己身上，你会发现，人格焦虑会自然消失，因为你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，想要什么。结尾，夺回注意力主权，做人间清醒的现代人。镜头建议，慢镜头加励志旁白。很多人觉得庄子的思想是消极避世，但其实不是。它不是让我们逃离现实，而是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清醒和自由。在这个被社交媒体绑架、被信息过载侵袭、被人格焦虑困扰的时代，庄子的心灵断舍离心法就像一把古老却超前的钥匙，能帮我们打开通往内心平静的大门。退网不是目的，夺回注意力主权才是。我们不需要像庄子一样完全脱离社会，而是要学会在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之间找到平衡，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，在他人的凝视中坚守自我。当你做到无丧我，摆脱假我的束缚，做到虚实生白，清空内心的杂念，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，掌握注意力的主动权，你就会发现，所谓的人间清醒不是看透一切后的冷漠，而是历经世事后的通透和从容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做一次心灵断舍离，关掉不必要的推送，卸载消耗精力的 App， 放下手机，多看看身边的世界，多听听自己的内心。你会发现，生活其实很简单，幸福也很简单。因为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来自内心的丰盈和强大。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守住自己的注意力主权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做真正的人间清醒。